20世纪是多么的动荡和反叛，前所未有的充斥着战争和各种独裁。这个世纪充满了灾难、痛苦、自然灾害和各种恐怖活动。毫无疑问，这也是个幸福的世界。这世纪如此急速而又紧促地就流逝过去了，以至于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停下来进行反思。尽管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要回顾过去，并检验其结果，以便理解到它在这快速而艰苦的行程中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早在约15年前，迈克尔·莱特曼教授就预示了世界当前的状态，但我们不想听取，这似乎显得太不实际了。现在，他预言实现的时候到来了。全球经济系统在崩溃，世界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危机边缘，这甚至会导致世界性的战争。在这部影片中，迈克尔·莱特曼教授将会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然后他将概括一下，并提出解决方案，他所认为的唯一可行的方案。莱特曼博士著有30多本著作，他是本体论和知识理论的教授，拥有哲学和卡巴拉的博士学位。他是国际卡巴拉研究中心的创建人，世界智慧理事会的成员，甚至是经历5000多年延续的最近一代卡巴拉学家。莱特曼教授，请问您对上个世纪有什么看法？那是个令人惊奇的世纪。在世纪末，人类终于开始质疑人生意义的本质问题了。在20世纪，人们开始感到日益不安。他们提出了过去从未考虑过的问题，比如：我在这个世界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出生？明天会发生什么呢？瞬间将又会发生什么？我人生的方向在哪里？是命中注定的吗？上帝呢？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提出这种问题呢？只有在承受煎熬和痛苦的时候。20世纪是人类多灾多难的时期，也是把人类推向一个绝境的时期。所有痛苦的原因是什么？20世纪为什么如此无情？而且您为什么拒绝回答？因为我们只剩下很少的时间，而且我们被一再警示了。您的意思是，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这已经被预言了。只有少数人才会幸存下来，而且他们最终将会达到目前人类仍然拒绝实现的一切。这会在一瞬间发生。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种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了。这么说，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不，有办法。我们仍然有机会去阻止它。怎么阻止？通过最终认识到自己为什么而生存，
并为之付出行动。20世纪初首次出现了电影，这似乎是种显得单纯的发明，怪事一桩，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伟大的概念被揭露给世界，引向深不可测的结局。试想一下，坐在电影屏幕前的人突然能够和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再需要经历很多不同的人生，因为我们此刻就已经能存在于很多不同的人生中。想象一下，在小镇中的一个普通人，他这一辈子只生活在乏味的工作、家庭的责任和持续的担忧中。突然之间，他站在了王室家族的观众中，他驾驶着第一辆汽车，他在那里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并参与了战争和冲突。在某种意义上，他一次又一次的重生。电影院使我们彻底与屏幕上的人物相契合。随着电影院的产生，电视紧接其后，而后又是互联网，似乎整个世界和其中所有的痛苦、喜悦都与我们同在。随着所有的革命和战争，我们沉浸于整个世界的愿望、苦难和欢乐之中。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人短短的一生中。所有这些发明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彼此感受、理解和热爱对方，无论我们多么遥远和陌生。我们知道自然受本能驱使，但人类是怎么回事？人类被贪得无厌的小恶兽，也就是他们的利己主义所奴役着。可怕的是，这个恶兽贪得无厌。20世纪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莱特曼教授，我们如何能界定这个利己主义快速增长的时期？这可以比作重建巴别塔的时代。5000年前，在巴比伦，人们想要建造一个通天塔，就是说，他们想要至高无上的权力，想要控制自然和建立人间天堂。他们哪里做错了？他们仅仅信赖自己的想法和自己双手的力量。利己主义者着手建立通向天国的塔，但他们在自己的热情中团结在一起。这种团结是暂时的，直到强大的利己主义暴露出其真正的面目结束。而且正是人类自私自利的爆发，才导致了地球上所充满的混乱、仇恨、苦难、战争。人们再也不能相互理解。他们完全疏远了。20世纪，人类开始走上了利己主义最高峰的险峻道路。20世纪，我们目睹了建立巴别塔的兴起。
而人类开始再次犯相同的错误。但我们相信了利己主义能被满足，而且我们最终会幸福。我们完全确信这一点。我们期待一个光明的未来。正是有了这种期望，我们从事太空开发。我还清楚地记得，当第一个人被送入太空，当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漫步的时候，我们所体验到的欢乐。人们认真地讨论金星上是否有生命，并且我们渴望进行宇宙探索，似乎所有的可能性都会成真。我们确信可以抵抗疾病，机器能替代人类。我们以为人们能有更多的时间看书、思考和创造，每周工作的更少。更多的时间可以留给家庭。我们期望科技进步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好、更方便。然而，我们实现了什么？人们现在的工作时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多。他们成为公司或自己企业的奴隶，更成为金钱、权势、名望和科学成就的囚徒。各种疾病在持续增长中，地球生态经历了如此根本的变化，以至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不再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家庭上，而更多的家庭正面临着解体。如果你问我过去的人是否比今天的我们更快乐，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们确实是。有一种环绕我们的规律，平衡与和谐的法则，也就是团结的、相互依存的自然法则。如果我们和这法则对立，我们怎么能继续存在？这不可能。我们越快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承受的痛苦就越少。否则，我们将得到消极的回馈，它会一直更强烈、更严厉地改正我们，直到我们同意根据更高的平等、兄弟友爱、团结和爱的法则去幸福的生活。我们在20世纪已经看到想要建立这种平等和兄弟友爱的企图，而结果只不过是乌托邦而已。这些努力难道不是基于同样的想法：自由、平等和兄弟友爱吗？是的，没错。但革命没有神圣的目标，就不可能获得成功。那么，这些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谁？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们犯了很多错误。俄罗斯刚从封建制度中走出来，在那里没有人真正考虑到日益增长的利己主义。人们想要把资源平均分配，就这么简单，劫富济贫。他们想要公平。但公平和利己主义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想要强行地改变人们。共产主义政体在俄罗斯、中国、朝鲜和南美相继出现。集体农场在以色列创立，这是第一个建立公平社会的企图，而这失败了。在利己主义基础上无法创建任何东西，这就像是沼泽地上的建筑，它会吞没并毁灭你。因此，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的幻想，正是被建立它的同样的人自然而然的毁灭。为什么？因为其目的是错误的。您是指让富人消失？让富人消失不是目标。
陋室中的和平和宫廷中的抗争也不是目标，即使人人平等也不是。即使人人平等也不是目标。那目标是什么？真正的目标是改正利己主义，并遵循爱和给予的自然法则来生活，这就是真正的目的。遵守围绕我们的自然法则，这就是真正的目标。但人类选择背道而驰，并走向一个完全的绝境。绝境是件好事，为什么？因为它能让你停下来并思考，很多问题浮现在脑中。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个死胡同的？它有没有出路？而所有问题中最紧急的是，我们能在这死胡同中幸存吗？我们需要进入绝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认识到是利己主义把我们带到这里的。有人试图告诉我们这点，他们呼吁了，他们曾恳求人类认真思考自己，不要等到悔之不及时才停止。但人们对其忠告充耳不闻。如今，我们正走入一个绝境，正经历一个规模空前的危机，这和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有着惊人的相似。接踵而来的可能就是人类大范围毁灭的威胁。过去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号召，但好在我们现在听到了。我们正站在深渊的边缘，每个人都这么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机会战胜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无法被克制，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你无法和自己的利己主义争论，它不能通过争辩或者说教被说服。你无法贿赂你的利己主义，因为它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这是否意味着没有解决的方法？能做些什么呢？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并转变利己主义。你能做到。自然本身在向我们展示如何去做。看看这平和快乐的画面，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母亲给予孩子的快乐越多，他就越感到高兴。但愿整个世界都这样，通过别人的幸福，自己体验到幸福。让爱使我们亲近并结合。但这可能吗？如果不这样，我们将无法生存。在20世纪，我们始终被告知，我们和他人是彼此不可分离的相连者。考虑一下吧，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的苦难，你都无法淡然处之，更不用说从中获得快乐。这是因为我们是统一体，遵循单一法则的统一机体。这法则是所有生命体的法则，普遍之爱的法则。如果我们违背这法则，就将受到惩罚。而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和这法则对立。我们正选择毁灭的法则，利己主义的法则。但在自然中没有这样的法则。Don't you see? There's only one law, the law of love, the law of one organism, and this will repeat as many times as necessary. More than 7 billion cells inside of us live with the sake of each other in mind. Individually, each cell is egoistic.
But to survive, each and every cell knows that it has to unite. The organs of the body don't serve their own needs. They serve the whole body. That's how every organism works, because that's the principle of life, and it's obeyed by every organism in nature. The law of absolute bestowal and love and inseparable connection. Because this law rules everything, the entire universe, inanimate and living, everything. Each of us is one out of 7 billion particles in a giant and united organism called our world. If we don't want to be forced to realize it, then let's do it today. What should we do? We need to charge all media, advertising and edu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with the task of planting a small thought in people's minds that they are a part of a common organism and that a higher law of love surrounds us. Because thought is the most potent weapon. If human thought would only focus on how to learn love, if we would keep returning to that thought, trying to live in it, never leaving it, everything would change in an instant. With a passionate desire to love as our constant thought, we would draw that law upon us and make it affect us. And that higher law of love would help us. It would surround us and hold us like a mother wrapping her child in her arms. It would start to change us, making us similar to it. Why? Because we wanted to unify with it. And that's the secret. We accepted it. And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sh to unify with it, to heed its call. This will be unprecedented in human history and will bring us its sudden positive impact. We'll see that the world around us is friendly, that an act of love doesn't consume energy, it creates it. We will finally realize what love actually is. The readiness to care for another person's well-being and to serve another and not oneself. This is love. But we have to hurry now and urgently run to become happily and truly loving and loved. In this lifetime, we must do it. How wonderful the 20th century was, and what an unimaginably greater century awaits us now.